大家好，我是吴一，今天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。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这个月的订阅已经突破了1000人，用了多久呢？3年零1个月。为什么花了这么久？我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我这一路走来犯了哪些错误，踩了哪些坑，以及我对投资和生活的一些思考。当然了，我花了这么久才做到1000订阅，资质愚钝是一方面，我同时也犯了很多新手们通常会犯的错误。首先讲讲我是怎么开始的。20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大家都居家隔离，自媒体也迎来了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，很多知名的 YouTuber 都是在这个时间做起来的。我也开始对未来有了一些思考，职场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，想要有明显的突破已经很难了，所以我想要探索一些其他的可能性，而自媒体是一个试错成本很低的选择。刚开始纯粹是摸着石头过河，并没有明确的思路，但是我的性格是实战派，一旦决定了，没有必要考虑的太清楚，先开始了再说。之前的过程中，在慢慢的试错，慢慢的纠正。虽然我现在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晰了，但当时真的是一脸懵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要做有价值的东西，因为毕竟商业的本质就是价值互换。另外，我也并不知道我能不能做成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希望我做的东西不仅是对别人有价值的，对我自己也同样是有价值的。因此，我不想做泛娱乐类的内容，虽然这种方式可能更容易吸粉。根据我的专长和爱好，我大致确定了几个方向。我比较专长的有法语和编程，兴趣方面呢是阅读和投资。编程直接就被我 pass 掉了，因为我不想做与主业相关性太强的内容，这不利于分摊行业的风险。我首先从法语开始，我最开始的一个系列视频叫吴一躺着背单词，我自己写了一个程序，把单词的发音和翻译通过机器人读出来，做成一个个卡片，生成视频。想当然的以为这样可以服务一部分想要学法语的朋友，而且可以解放双眼。可是这种方式实在是太枯燥了，我自己跟着学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兴趣了，更别说别人了。而且这样的视频是机械的，没有灵魂的。然后我又做了其他尝试，搬运视频，这可能是很多小伙伴们刚开始都会犯的错误。我把 YouTube 上的法语视频加上字幕上传到 B 站上，开始效果还可以，但是我很快就收到了版权警告，我只好乖乖的删除了我辛辛苦苦上传的所有视频。但是我也很庆幸，我在搬运初期就收到了这样的警告，避免了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说白了，这2次尝试都是在投机取巧。我把自媒体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而且我也发现，法语这个赛道的受众群体实在是太少了。要是我主打留学培训可能还可以，单纯的从自媒体的角度来看，其实没有太大的前途。于是呢，我就开始从我的爱好着手，也就是阅读和投资。可能是人的天性使然，我又从最简单的方向出发，我把每天看书觉得精彩的内容拿出来读一读，然后加上一些自己的总结和想法。先不说这样做有没有版权风险，这种内容的加工手法是非常初级而且投机取巧的，因为我并没有把这些内容深度加工变成我自己的东西。在投资的方向上也如出一辙，我首先考虑的是做新闻，因为这样做的话就只需要整理信息，不需要太多的思考，而且为了省时间，我选择了用机器人代读。这样的生产方式呢，我还是做了一段时间的，而且在不同的平台上做了尝试。我觉得最恶心的要数 B 站，随便说点什么都是敏感话题，到最后我直接把 B 站加入了黑名单，不在 B 站上更新任何内容了。今日头条呢，我也试过，今日头条对新人其实是很友好的，新人可以获得非常多的初始流量，而且每1000次播放的收益在国内也算得上是数1数2的了。我曾经发了一个新冠相关的视频，在头条获得了几十万的播放，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，在其他平台上是很难想象的。这一条视频我就赚了500块钱左右，涨了大概1000个粉丝。正当我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的时候，我的下一条视频就又被打回了原形。之前积累的粉丝对之后的播放量没有任何的帮助。后来通过了解，我发现这是头条特有的推荐机制，那就是人人平等，没有所谓的私域流量，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这也是我觉得今日头条和 YouTube 的一个本质区别。在头条更像是在打工，在头条上我基本上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，而在 YouTube 上更像是在经营一份事业。在头条上我可以马上变现，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的工作一样，但是这种增长是线性的。相反的，在 YouTube 上我3年多没有1分钱的收入，但是它的增长是可以呈指数型的。这其实跟投资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，说慢慢变富才是变富的最快途径。大家都知道复利的威力，但是复利增长所需要的前期积累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耐心的，大多数人更渴望的是一夜暴富。可是人是有路径依赖的，追求暴富的代价是你可能可以快速赚钱，但也可能以同样快速的方式亏掉所有钱。这就是利弗莫尔和巴菲特、索罗斯的本质区别之一。
所以在这个阶段，我确定了我的第一条准则，那就是没有复利的不能被称作事业。虽然这个时候我生产的内容仍然是非常低质的，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，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，几乎每天更新一条视频，这也占据了我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。直到我女儿在2021年3月出生，这种生产模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，我才开始反思自己。我发现我每天的空闲时间都在整理新闻稿、制作视频封面、上传视频，做这些重复的低附加值的工作。我的生活被太多琐碎的无意义的事情填满了，我没有时间学习了，而且我几乎失去了自由。我感觉自己被绑架了，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，而且一定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这里我也送给大家一句话：毁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忙到没有时间思考。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，并不立志造福人类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财务自由、时间自由、心灵自由，同时尽可能的享受生活，陪伴家人。既然我的最终目标是财务自由，那我就要以终为始的思考问题。于是我确立了我的第二条准则，我不要牺牲现在的自由来换取明天的自由。这并不是说我成天躺着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我要保留选择做或者不做的权利。了解我投资模型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是不做超短线的。我模型中的决策周期是以周或者以月为单位的，操作频率在几个月甚至1-2年一次。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不会影响我的自由。在我财务自由以后，我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，依然可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。同样的，如果我想把自媒体变成一件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业的话，我也要保证自己足够的自主权和自由。所以我不会跟任何人合伙，这样我只需要对自己的内容和观众负责，不需要对任何其他人负责。我可以在我想做的时候做，不想做的时候就停下来。而且我得尽可能的减少视频制作的难度，确保即便老了以后，如果我还愿意做，我还可以继续做。因此我需要减少对形式的依赖，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内容上。所以我最终放弃了做新闻的这个赛道。首先，新闻讲究时效性，这就意味着我得跟时间赛跑，是被赶着走的状态。显然从某种角度上讲，我已经失去了自由。另外，如果只是整理新闻，充其量只是一个信息的搬运工。信息和知识是有本质区别的，最大的区别是知识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决策的，而信息只是数据。我之前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，有一个深刻的感觉，就是在北京的大街上随便捞一个大爷就能跟你侃半天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古今中外无一不知无一不晓。我当时觉得他们很厉害，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他们是知道很多事情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无非就是多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，真正在面对我们人生中的重大决策时起不了多大作用。所以我要做的不应该只是信息的搬运工作，而是对信息更深层次的解读处理能力。但是我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我需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。当我工具箱里的工具足够多的时候，我可能会做这方面的尝试。但是现在我的主要任务是在积累和完善我的知识框架。最后在经历了多种尝试以后，我放弃了一些简单的赛道。实际上我唯一的竞争者是我心里那个好逸恶劳的小孩。权力的游戏中，守夜人学士跟雪诺说过一句经典的台词：杀掉你心中的那个孩子，变成大人。我们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学会做艰难的决定。所有看上去最简单是捷径的方法，只会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。网上充斥的教你如何用 AI 批量生产视频的方法，教你快速赚钱的方法，这种内容很容易吸引人的眼球，因为人性如此。首先不说有没有用，单就一个批量化生产就意味着同质化，效果一定会越来越差。而商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稀缺性。作为一个自媒体人，我自己的想法才是那个真正的稀缺资源，我自己才是我最重要的资产。所以我最终给我频道的定调是不追热点，不人云亦云，坚持原创，坚持长期主义，坚持做我觉得有长期价值的内容。因此我最终选择了自我沉淀，选择了放弃追求数量，而只做我经过深度思考的东西。我这2年基本上每1-2周读一本书，而且读的书很杂，不同的作者给了我不同的视角，逐渐的我也有了我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思想体系。我也坚信我最终的出路只能是做原创视频。当然我的原创并不是说100%原创的想法，而是我通过不断的学习有了新的体会，把我学到的东西进行深层次的加工，变成我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，然后以我的视角分享给大家。而且我希望我讲的东西是没有时效性的，过10年、20年甚至100年都是有价值的。如果你看过我的系列视频，你会发现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亲自真正拿去实践的。我也希望我讲的东西是可以真正帮助大家进行决策的。3年是漫长的，这是选择复利必须要承受的。但是我深信做一份事业和投资一样，耐心永远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。复利又是迷人的，
从第一个粉丝到第1000个粉丝，我用了1000多天，但是从1000个粉丝到4000个粉丝，我只用了10天，因为从1到1000是1000倍，而1000到4000只有4倍。当然，这里面有运气的成分，我也在不断的学习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足够励志，希望它可以激励在世界各地正在做着一份事业、正在苦苦坚持的朋友们，要相信复利的力量，坚持做一个长期主义者。最后再说回我自己，我觉得投资、工作和生活应该是一体的，生活上的失败必然会导致投资和工作上的连锁反应，我们所有的重大决策也应该是这样3位一体考虑的。我最近做了利弗莫尔的视频，底下有一个评论很有意思，因为我在视频中说《股票左手》这本书我看了10几遍，而且还愿意再看10几遍。他回复我说，我读1000遍也不会在市场上赚到足够多的钱。我的回答是，我不需要这么多钱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钱这个东西多少算够呢？你自己心里应该有一个答案。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赚钱当做最终目标是很可悲的。要说足够，其实我现在的收入已经够了。我和我老婆都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在过着我们理想的生活。我老婆是学艺术的，对生活的品质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但是追求品质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太多钱，因此我财务自由的目标并不太高。以我目前模型的收益率，我大概10年以后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。人的痛苦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欲望得不到满足，而我从来不觉得有太多钱是一件什么好事情。当你做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考虑钱的时候，人生就少了很多乐趣。我们经常因为淘到了一件物美价廉的二手家具而感到开心，为买到了一件期待已久的东西而举杯庆祝，而当钱完全不是问题的时候，这种快乐也就随着消失了。有人会说，有钱人的快乐你想象不到。我想说的是，我的快乐有钱人也想象不到。没必要羡慕别人的生活，学会享受当下。当你有的选的时候，多陪陪家人，他们才是你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而且我们现在经历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唯一的，错过了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说到这儿，希望我的经历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启发。相信复利，坚持长期主义，我是吴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